阿曼拉莫维奇也知道，叶晨能饶自己一命已经算是以德报怨。这种情况下，自己最好的选择是见好就收，不要再试图求情，否则万一叶晨改变主意，自己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差的 offer。无奈之下，他便只能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到了叙利亚，我一定会尽量与那位哈米德司令深度合作，尽一点微薄之力。”叶晨赞许的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用我们华夏人的话来说就是上道。这个社会真正上道的人已经不多了。”说罢，他看了看时间，对万破军说道：“破军，天亮了，人也陆续到的差不多了，联系好船，然后上去给楼上的家伙们打一剂猛药，你就可以启程带他们离开美国了。”万破军恭敬地点了点头，问叶晨：“叶先生，猛药具体怎么个上法？你有没有大概的指示？”叶晨伸出一根手指头，认真道：“我就一个要求，吓死他们，让他们无论被你带走的还是留下的，从见过你之后开始，都惶惶不可终日。”万破军心领神会，立刻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属下一定会把握好。”随后，叶晨让安东尼奥自己扶着栏杆，一蹦一跳地在前面先上了2楼，而他和万破军则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。此时楼上那些帮派成员心里对安东尼奥还充满愤恨，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知道安东尼奥把他们骗过来，又把他们绑起来，一看就是没安什么好心。有些人甚至在心里惦记，等出去之后就得想办法脱离扎诺家族，要是能找到机会跟他们反目成仇，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扎诺家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当然，这个前提是他们得能活着从这里出去。听到有人重重的上楼脚步声，这些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声音响了半天，震了半天，还是没看到来人到底是谁。也不怪安东尼奥只能单腿蹦跳，不仅是动量非常大，而且效率非常低，蹦跳了半天也没能把自己跳上去。等了许久之后，上面的人终于看到了安东尼奥的脑袋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眼光都带着愤怒与仇恨，因为他们想不通，自己明明就是安东尼奥手下的小弟，而且是忠心耿耿的小弟，安东尼奥为什么要把他们骗来这里，还把他们五花大绑？面对着这些人愤怒和质疑的眼神，安东尼奥的内心也非常的忐忑。这里边有一半的人要跟自己一起去叙利亚，以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而且自己又没了庇护，还少了一条腿，这要真是被他们合起伙来欺负，恐怕必然是求助无门。这些人用愤怒的眼神看着安东尼奥，一跳一跳又一跳，跳了半天之后，脑袋才缓缓地从楼梯口那里跳出来。众人不禁疑惑，搞不懂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可当安东尼奥终于费力地把下半身跳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才赫然发现，原来他的腿竟然断了一条。更惊讶的是，他不但腿断了，而且根本就没怎么处理，受伤的地方血液都还是红色的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安东尼奥此时早就没有了那个黑手党党魁的气势和做派，为了尽可能地减轻这些人对自己的仇恨，他费力地跳上2楼之后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将自己戴着的帽子摘了下来。这一只还不要紧，更是让其他人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们都能看得到安东尼奥的2只耳朵都没有了，只留下血淋淋的伤疤。到了这一步，不用想也知道安东尼奥一定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，所以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了，其实今天把自己骗来这里绑起来的另有其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
叶晨和万破军一前一后的迈步走上楼梯。这些人之前都在1楼见过叶晨，但是没人知道叶晨究竟是干嘛的。而叶晨走上来之后环视众人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便是：今天请大家过来，是要聊一聊未来纽约帮派势力划分以及利润分配的问题。因为来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发表意见的机会了，咱们直接直入正题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所有人的帮派都要向华帮汇报工作，除此之外，你们所有净收入的75%都要按周上交到华帮手里。叶晨这话一出，现场一众人纷纷瞪大眼睛。虽然很多人的嘴里都塞着臭抹布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他们此时的表情都充满了愤怒。最近安东尼奥在让燃烧玫瑰抢占华帮在唐人街的地盘，这件事情其他的帮派都非常清楚，而且在他们看来，华帮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。可是现在，眼看着叶晨标准的东亚面孔，他们心中都以为这是华帮最后的挣扎。华帮肯定是走投无路了，才想办法4两拨千斤，直接抓了安东尼奥，然后再用安东尼奥来威胁他们这些帮派老大。说白了，无非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种办法要是放在古代，或许还能有点卵用，但是放在纽约的帮派社会中，几乎屁用没有。因为虽然大大小小的帮派有上百个之多，而且他们之间依附从属的关系错综复杂，但实际上每一个纽约的帮派都有一颗永不为奴的心。换言之，他们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依附者。眼下之所以是依附者，那完全是因为时局所迫。时局不在自己头上的时候，自己就是别人养的一条狗。可一旦时局到了自己的头上，任何人都是自己口中的食物，都会被自己撕烂嚼碎吞进肚子里，然后变成一坨热腾腾的狗屎。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他们来说自然没用。就算叶晨今天当着他们的面杀掉安东尼奥，他们也不可能真心归顺叶晨，最多只是表面服软。等活着从这里离开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带着兄弟带着家伙再杀回来，将叶晨碎尸万段。而且叶晨也说了，让他们以后归顺华帮，向华帮缴纳保护费，那这就更意味着他们能够活着离开这里。既然这样，还有什么好害怕的？等着找机会杀回来就行了。所以，面对叶晨开出的条件，他们一个个都在心中嗤之以鼻，再加上嘴巴被堵着，于是大家就干脆一起装傻。不过叶晨也不需要他们的回应，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另外，你们给我听好，你们每一个帮派从明天开始必须要有一个专职财务，对帮派所有的营收和支出做详细的记录，并且每周向华帮汇报，接受华帮查账，谁的账目有问题，第一次剁他的左手，第二次剁他的右手，第三次剁他的脑袋。叶晨这一番狠话，他们更加不当回事。虽然他们现在还没办法彼此交流，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大家都觉得华帮的势力就这么大一点点，成员也并不算多，真要是火拼的话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多帮派的对手，完全没有任何能够拿捏他们的优势。这时叶晨继续说道：你们应该都注意到了，今天所有到场的帮派老大都是带着自己的二当家来的，所以明人不说暗话。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我接下来的安排。首先是再过几10分钟，所有帮派的现任老大都必须要乘船离开纽约前往叙利亚，帮派老大的位置就由随行而来的二当家顺位继承，但是如果二当家拒不履行应尽的义务，那这件事情就会交由我身边这位万先生来负责处理。说罢，
叶晨看向万破军，淡淡道：“破军，你来跟诸位说说吧。”万破军点了点头，随即上前一步，以军姿的姿态站在众人面前，一脸肃杀地说道：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万龙殿的店主万破军。”这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天灵盖仿佛被人硬生生撬开了，然后用空调对着往里面吹冷风。万破军何许人也？帮派成员就算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也一定知道他的传奇故事。要知道，对帮派成员来说，即便是混成西西里岛的岛主，也不是绝顶牛逼的段位。而万破军这种自身实力极强，麾下还有数万佣兵，甚至于能够在叙利亚拥有永备基地的佣兵之王，才是他们最崇拜的存在。要知道，这些帮派虽然在街头非常勇猛，但是在美国政府的眼里，就是一帮在大街上翻腾垃圾的流浪狗。如果真的招惹了官方，那下场除了死之外，不会再有其他。而且也没有哪一个帮派能够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永备基地。但万龙殿却不一样，他们在叙利亚有合法基地，并且开始进行轮番加固的事情，早就已经在江湖上演变成无数个版本，被这些小混混吹嘘好几轮了。所以当他们听眼前的男人以万破军的身份自居时，他们都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个人真的就是那个神一般的万破军吗？这时万破军清了清嗓子，继续道：“刚才叶先生的话，你们应该都听到了。我在这里跟你们详细讲一下忤逆叶先生的后果。去叙利亚的人，敢忤逆叶先生，情节恶劣的直接处死，情节轻微的，要先斩双手，后斩双脚，四肢斩尽。如果还不够的，就由直系亲属承担。执行顺序参照美国法律的继承人顺序。”说着，万破军又道：“除此之外，那些留在纽约执掌帮派的，一旦忤逆叶先生，我万破军对天发誓，定让万龙殿将士灭他满门。之后他的家里能活着跑出哪怕一条狗，我万破军都会向叶先生自裁谢罪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